Yo, what's up？ 我是 Eas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之前呢，也是刚刚发布过这几个2022年的 Top 10， 包括 AJ 系列、Dunk 系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。好，为什么会把 New Balance 单拍一系列特辑呢？我是觉得啊，去年呢 New Balance 确实做出了很棒的成绩。那2022年呢，确实不太平啊，包括一些重大事件啊，比如说侃爷呢跟 Adidas 解约，导致 Easy 呢已经渐渐的退出了最屌球鞋的争夺行列。那除了钩子以外呢，我觉得剩下比较能打了。除了 Adidas 的这个 Bad Bunny 以外呢，另外一个呢，可能就是 New Balance 的一系列球鞋了。那 New Balance 呢，作为非常元老的一个球鞋品牌，也是拥有呢超过100年的历史。那在它发展的中期呢，已经走向了大众啊，已经离时尚呢越来越远了。但是呢，在最近这几年，一直呢在做这种设计师的联名啊，加了很多的设计感、时尚感在里边，也渐渐的呢让 New Balance 的球鞋呢回归了时尚的视野。从几年前呢，可能小众穿搭、日系穿搭呢，渐渐演变成很多人呢都愿意去穿 New Balance 的球鞋。好，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10名就是这双 Joe Freshgoods 的9060。那这双鞋呢，其实之前呢被人戏称为大猪蹄子啊，确实看起来粉粉嫩嫩，尤其是在屁股后边呢，看起来很有猪蹄儿的感觉。那实际上呢，这个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，就像可能一些 Easy 球鞋刚开始面世的时候呢，那个设计呢被人叫很前卫，不被大众所接受，但是呢，也不乏有很多一部分人群呢去喜欢那一双球鞋。同样呢，这双9060呢也有这样的感觉。好，那这双球鞋呢，其实我并没有实物啊，但是从颜值上来说呢，或者是舒适性上来讲呢，这双球鞋呢都可以进入年度前10。好，2022呢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9名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双 Kiss 的2002R 的联名。那如果说2022年做的比较成功的几次 New Balance 联名呢 ，Kiss 绝对在榜单之上。那其实今天这个榜单呢，就有好几双啊是 Kiss 的联名。我手里的这双呢是2002R 这个墨绿色啊，那这个颜色给人的感觉呢，整体感非常的强，也是一个做旧风啊。鞋带呢，包括鞋底都有做旧的感觉。那对这种鞋呢，其实评论一般都会两极化啊。比较喜欢它的呢，认为设计呢简单明了，上脚穿搭的难度不高啊。比较不喜欢它的人呢，就觉得没有诚意啊，设计有点太过于简单了，缺乏一些比较亮眼的元素啊。那其实我自己呢是比较偏向于喜欢这个球鞋的人。那同样的2002R 呢，是我个人认为 New Balance 穿着起来比较舒服的几个鞋型之一。那这个确实是大量上脚以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。唯一可能一点点不足的呢，就是前脚掌过于的薄。那其实这一点呢，对我来讲呢，困扰并不大。好，那我们单看这双鞋的颜值呢，1到5分，屏幕前的你呢会给几分？我自己是觉得呢，主要是因为颜值才会是这双球鞋出现在榜单这一个位置的原因。好，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8名，这一次呢会出现一双普款，就是 New Balance 的990 V6。那这个鞋型呢看起来现代感十足。那其实现在呢，好多地方呢也都是一个随便买的状态，所以这也足以见得了价格并不是这双球鞋上榜的原因啊。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New Balance 这双球鞋上做的一些简化的处理、舒适性以及颜值上的一些提升。同时，这个系列呢已经出到了第6代啊，确实非常不容易。除了在联名上做努力以外呢，你可以看到呢 New Balance 在一些普款啊也能够再继续深入去研究，所以这绝对是值得鼓励的一个地方。好，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7名就是我手里的这一个2002R 的兔年配色。没错，又是一双2002R，因为确实这一个鞋型呢，在2022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有2啊，或者是2的数字很多呢，各个品牌呢才会推出这么多的2002R 的联名。好，那这双鞋呢，很像之前的 Protection Pack 啊，上面呢也是做了一个撕裂的质感，同时呢，为了仿造兔年啊兔身上的毛皮的质感呢，它也是用了一个长毛麂皮。同时，本身的球鞋呢设计也算是比较简约啊，做了一个简单的灰色调，同时呢，鞋带以及鞋底呢做了一个染色奶油黄，看起来呢很有这种vintage 风，也是 New Balance 的好多喜爱者呢比较喜欢 New Balance 的一点。好，那双鞋呢我还没有上脚过，但是呢舒适性不用多说了，我已经尝试过其他的2002R，确实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颜值上或者穿搭效果上来说呢，这个鞋呢也非常的棒。我自己呢会应该把它应用作上班通勤去穿啊。虽然是一双运动鞋或者是一双跑鞋呢，绝对不会给你上班的这种穿着呢带来任何的突兀感觉。好，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6名呢就是 Kiss 联名的993了。那刚才呢聊过这一双 Kiss 的2002R， 但是同一批发售的呢还有这双993。说实话呢，当时发售的时候呢，我2双都去抢了，但是993呢并没有能够原价抢到。现在的炒价呢也比较高，也是处于一个纠结要不要收的阶段。那2022呢，由于原价抢到了，确实能够给大家比较一些真实的感受。那这次的联名系列呢，我觉得993呢可能略胜一筹。首先呢，颜值上看起来呢更加的平衡，另外一个呢，993确实穿起来很舒服啊。那姑且呢让我再纠结这段时间要不要把那双球鞋给买回来。不瞒大家说呢，由于做这个 Top 10的系列呢，好多球鞋做了很多的调研，那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被我的视频种草呢？反正呢，
我自己是种草了很多球鞋，那最近呢，可能也陆陆续续收了将近10双球鞋了，花了几千美金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太上血了。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呢，榜单第5名啊，我们进入 Top 5了。那这双鞋呢，就是 Up There 的 2002R 联名啊。那这次呢，配色上呢叫后院配色。那想表达的意思呢，就是你穿这双球鞋呢，在后院玩耍的一个质感。那这双 Backyard Legends 呢，上面设计的细节非常之多，比如说鞋带啊，包括鞋舌呢，都是一个网格状的设计。同时呢，还带了外边的第2层鞋舌。那 New Balance 可能最经典的配色啊，要我说呢，应该是灰色了。那其次呢，我觉得绿颜色也是非常非常棒的配色。那这双鞋呢，其实在白色底色上面呢，直接走了一个绿颜色的外轮廓，同时呢，配以紫色作为点缀，整体的颜色呢略显大胆，但是就是这么大胆的球鞋呢，反而让 New Balance 呢稍微跳脱出复古球鞋的一个舒适圈啊，多了更多的时尚的味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双球鞋能够出现在今天榜单第5名的位置。好，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4名就是这一双 This is Never That 的 1906R。那这双鞋呢是一个非常现代感十足的球鞋，但是这一次呢反而上面做了一些做旧的处理，比如说奶油的鞋底啊，包括鞋面呢做了一些铜锈的感觉。这个呢同样评论两极分化，喜欢人呢觉得是一个现代球鞋跟复古球鞋做了一个结合。其实我感觉呢很像是你从未来呢穿越到过去，然后把一双未来的球鞋穿了很长时间以后变成的一个样子。那不喜欢的人觉得呢，一双现代的球鞋你就直接做现代啊，做这个运动感，就不要加一些做旧的元素了。其实我个人呢是比较偏向于喜欢这个球鞋的，不然也不会把它放在呢榜单这一个位置。我是觉得创新性还是很重要的，不能说一味的按照大众所固有的这种审美去设计球鞋。好，这双球鞋呢我确实很想收啊，现在呢也是在一个观望阶段。就像我说的啊，做这期榜单呢，反正呢给自己种草了好多球鞋。好，我们进入前3名了，我自己非常兴奋。首先呢，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3名就是 Kiss 990 V4。那其实这一次 Kiss 联名呢，真的出了好多个系列，好多个颜色。那这双鞋呢，同样呢跳脱出复古的舒适圈啊，做了一些彩色的设计，用色呢比较大胆，比如说紫色以及粉颜色。反而就是这么鲜亮的颜色呢，这双鞋呢焕发新生，我是非常吃这个鞋的颜值的。同时说实话呢，99几这一个系列啊，确实穿起来真的舒服。我自己呢，可能除了2002R 呢以外，最多的就是99几这一个系列了。比如说990的 V1、V2、V3、V4啊，包括993呢我都有。所以说呢，无论从颜值啊，这个设计的灵感啊，包括这个球鞋的舒适性来说呢，这个都是一双好鞋，也是它呢为什么能够出现在榜单第3名的原因。好，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榜单第2名就是这几双呢 Joe Fresh Goose 的993啊，这双鞋呢我说实话已经下单了，还在路上，一直在等发货。好，那这次呢一共发了粉色、蓝色以及绿色。那我自己最喜欢呢肯定是类似于白卡蓝这个颜色了，看起来呢就让人心情愉悦。那我觉得粉颜色这一双呢也很好看，但是反而最贵的呢应该是绿颜色的这一双。就像我说的，除了灰色以外呢，我觉得第2个非常屌的颜色啊，在 New Balance 这一边的应该就是绿色了。那这次联名呢，同样吃了993这个鞋型的香啊，确实这个鞋型看起来呢相对平衡一些。不像其他的慢跑鞋呢，这个鞋头那么的上翘。另外一点呢，我觉得值得吹嘘的就是这个鞋上面应用的材质了，包括上面的做工啊，以及染色啊，一些做旧的处理，我觉得都是很显高级的。虽然还没有拿到实物，但我知道如果我做一个细节的评测，这双球鞋的评分呢，肯定是70分以上的好鞋。好，马上揭晓这一期节目的冠军啊！2022最屌的10双 New Balance 今天的第1名就是Jump的990 V3。比较细节一点呢，其实这一个系列呢出了大概2个配色，一双绿颜色的配色，包括一个摩卡配色。同样绿颜色的这一双呢，大家看炒价非常的昂贵，还是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观点啊。除了灰色以外呢，可能绿颜色就是最屌的了。那摩卡这个配色呢，当时发售的途径非常的少，我自己呢确实也没有抢到，很难抢啊。而且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双球鞋这一个配色甚至有发售，所以呢，由于这个入手简易程度比较的难啊，相比较这2个颜色呢，我更倾向于呢把绿颜色这一双Jump呢放在今天榜单的第1名。好，同样呢，我也在观望价格啊。其实今天聊过的前几名呢，我都有收的冲动，主要是这个价格呢还下不了决心啊，还在一直等待。这双鞋呢，要质感有质感，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舒适性有舒适性，要穿搭呢也有穿搭，同时呢又是一双联名款啊，诚意跟噱头也都有。当时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双鞋呢一经发出啊，好多人就非常喜欢，所以它的价格呢一直也居高不下。当然这个榜单呢并不是按照价格排序啊，不然这双鞋呢也不会出现在榜单第1名的位置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呢就想分享这么多。同样咱们老规矩，同意今天的榜单呢点赞，如果不同意呢，请友善的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理性的讨论一下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聊过的某一双球鞋，不要忘了给 EZ 来个素质3连，点赞、转发、加留言。Take it easy, peace。我们下期见。